欢迎订阅 Bob 讲敏捷。Hello，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 Scrum 框架，我们就从软件开发的生命周期来开始介绍 Scrum 框架。那 Scrum 框架，我们就先开始在做软件开发的时候，一开始我们先会有一些想法，我们把这些想法呢放到一个统一的地方，这个地方就叫 Product Backlog， 叫产品待办列表。然后呢，在这里面的话呢，有一个人来对这些所有的条目进行负责。那这个人呢，他就叫做 Product Owner， 产品负责人，他是对产品待办列表唯一负责的人。好，那我们有了 Product Backlog， 有了 Product Owner， 产品负责人之后呢，我们可以去进入到我们的迭代，进入到我们的 Sprint。对，然后在进入 Sprint 之前，我们的 Product Backlog 里面还是要有准备好的至少一个 Sprint 的内容。然后呢，我们进入到迭代的话呢，进入到我们的 Sprint 的话呢，第一个事情就是来开一次计划会，这个呢叫做 Sprint Planning。对， Sprint Planning 就是计划会咯。在计划会里面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一件是我们要确定在这一个 Sprint 里面我们要做什么，然后呢，第二件事情是这些条目是怎么做，如何去实现。那做什么是从 Product Backlog 里面我们去选择其中，比如说4到10条，然后呢放进 Planning Meeting， 然后 Planning Meeting 计划会结束之后，我们会有2个输出，一个输出是这一个 Sprint 的目标，然后另外一个输出是叫 Sprint 的 Backlog，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白板。好，那 Sprint Backlog 的话呢，它会像什么样子呢？就是经常是我们看到的这种白板的形式，它是这种 To Do、Doing 等。那这里呢，这个只是一个实例咯。然后我们比如说是这4个条目是从我们的 Product Backlog 里面取出来的，然后呢，每一个条目都会给拆分出了几个相应的任务，这个点点就代表的是任务了。好，那我们有了 Product Backlog 之后呢，我们开发团队每天会对着我们的任务板会进行 Daily Scrum 每日站会。好，那 Daily Scrum 上面呢，每一个团队成员要回答3个问题：昨天我做了什么，然后帮助团队实现我们的 Sprint 目标；今天我准备做什么，帮助团队实现我们的 Sprint 目标。然后在这中间有没有碰到什么问题或者障碍？那随着 Sprint 的每一天一天的进行，那团队最后有一个产出物，这个产出物呢就叫 Increment， 叫产品增量。产品增量的含义呢是说，我们从 Product Backlog 取出了4个条目，这4个条目已经完全实现了，产生了最后的产品增量。好，然后有了产品增量之后，我们会在 Sprint Review 评审会里面去对我们的交付内容、产品增量去进行 review， 然后Sprint Review 主要是对我们的产品来进行反馈。Sprint Review 完了之后呢，我们还会有一个 Sprint Retrospective， 这是回顾会，团队在一起来看一下我们有哪些地方做得好，我们可以继续，然后呢，哪些地方需要去改进。那 Sprint Retrospective 主要是团队对自己的工作流程、工作方法进行反馈。然后在这里面，刚才我们有提到，每一天它是团队开发团队自己在一起不断的向前进行，他们是自组织的跨职能的团队，这个叫 Development Team 开发团队。开发团队它是一个自组织团队。那在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就是 Scrum Master。Scrum Master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就像是团队的教练。好，那
我们看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 Scrum 的元素已经基本呈现出来了。Product Backlog、Sprint Backlog 和 Increment 这是3个工件。Product Owner、Development Team、Scrum Master 这是3个角色。Sprint Planning、Daily Scrum、Sprint Review、Sprint Retrospective 这是5个事件。然后最后呢还有5个价值观。Scrum 的5个价值观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Scrum 的价值观。它的5个价值观分别是开放 Openness、 Courage 勇气、Commitment 承诺、Respect 尊重、Focus 专注。好，那我们现在呢，这些看到的内容就是 Scrum 的整体的一个框架。那我们最后再来穿一遍，把所有的内容呢完整的来看一下。从一开始有 Product Backlog， 然后我们从中比如说选取了4个条目，然后呢放入到 Sprint Planning， 在 Sprint Planning 我们对它进行拆分，然后呢就会形成我们的 Sprint Backlog， 同时呢会有我们的 Sprint 目标。那有了 Sprint Backlog 之后，团队每天每日站会会不断的向前进行，然后呢我们接下来会有我们的产品增量，产品增量才会进入到我们的 Sprint Review。Sprint Review 最关键是对我们的产品进行反馈，那反馈体现在哪里呢？体现在我们的 Product Backlog 这里面。好，那 Scrum 框架它整体上它是一个叫反馈的框架，叫 Feedback。那我们来看在这里面它会有哪些反馈的地方。第一，对于 Daily Scrum 是一个每天的反馈。第二，对于 Sprint Review 这是一个对于我们产品的反馈。第三， Sprint Retrospective 这是对我们工作方法、工作流程的一个反馈。好，谢谢大家， Sprint 的框架就介绍到这里，欢迎观看下一期节目，再见。如果您对于 Scrum 对于敏捷实践有任何问题或者疑惑，欢迎在下方留言区评论。如果这个视频对您很有帮助，欢迎转发。与人玫瑰，手有余香，谢谢。